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前立委李胜峰，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继续来看俄乌战争，每一天的发展都让人家替乌克兰不知道该同情、捏把冷汗，还是对他的命运投射到台湾的身上。明天228就是俄乌是不是真的要签订这个协议哦？对于美国来讲，重点也不是俄乌要不要和平啦，重点就在于这个矿产协议确定，明天2月28美国时间就会来谈，而且是亲自泽连斯基飞到华府去跟川普谈。那泽连斯基行前特别讲，这初步协议只是一个开始，一个框架，成功与否会决定在我跟总统川普的对话。但这个美乌的矿产协议曝光，在俄罗斯媒体乌克兰的媒体基辅独立报报道的曝光哦，显然是他们官方给的，不然这个独立报怎么会有资料跟内容呢？说内容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字眼，联合国不提的字眼，在这个协议里有提吗？真的吗？然后还有50%的收益要归入一个美乌基金，没有美方的具体安全保障细节。那这协议的重点当然是设立这个所有权的基金啊，收益50%，那归美方来控管决定啊，美国才能够获得经济回报啦。那这个协议的内容呢，包括了矿物啊、各种的天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等等的，还有呢，同意相关基础设施、液化天然气，还有港口设施，所有的收益都要放到这个基金里头。美国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协议曝光，泽连斯基说，最终版本就不涉及乌克兰任何债务哦，讲的还是很硬他还是没有要妥协的意思。因此这种说法，它只是初步框架，白宫不太开心哦。白宫就公开的说了，如果泽伦斯基认为矿产协议内容还没有底定的话，只是什么框架，只是初步协议，要他到华府会晤川普毫无意义，叫他乖一点的意思。所以这个协议还有他认为的可商量空间吗？看起来可能性很低。当川普公开的讲，泽伦斯基28号就要来签，但是美国不会保证安全哦。那我们会让他，媒体问他嘛，他会说让欧洲来承担这个责任，矿产我来收，如果要驻军啊、安全保障由欧洲来做，因为他们才是乌克兰的邻居。这个矿产协议，媒体问您想看到最后乌克兰怎么样的让步呢？川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忘了北约。我认为呢，这可能是开启整个事件的原因。所以川普以前退出过北约，然后现在北约的功能看起来也可以直接当作不存在的概念。但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公开的讲了，他没有办法接受欧洲派驻在这个周边乌克兰任何的可能性，这欧洲没有任何选项，就是没有要让欧洲插手的意思。这种构想只是要让冲突升温，所以乌克兰命运，美国跟俄罗斯自己决定就好了吗？欧洲没份了哦，所以允许俄罗斯要保留乌克兰占领地等等的，会向中国大陆释出危险讯号吗？代表像英国首相讲的，代表中国也可以随意侵入台湾啊？川普说，你试试看啊，把它夺走啊，他没有把它当成认真的回应来谈，所以普要会面了，普当然就普丁跟川普。俄罗斯战力已经被形容叫大增。美国知名军事顾问普林斯说的支持川普推动俄乌战争止战，但俄罗斯战力不断在增强。乌克兰想收复失土，所有失土，这能收复任何失土吗？他认为可能性是0。但普京承认要放自己人去统治乌克兰吗？这概念是说泽连斯基继续执政。他虽然说乐见，因为他正在从内部摧毁乌克兰，但是呢，也希望能够有赢得人民信任的人去上台，似乎间接证实接下来美俄交易的部分也包括了乌克兰内部要改选。普京说，为了解决乌克兰复杂的问题，俄罗斯跟美国都必须迈出第一步。但欧洲跟这个事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俄美的事情，一点都不需要他们。显然对他们来讲，双方都认为把俄美放在同个量级上。欧洲旁边慢慢亮着了亮哥，这个泽连斯基要的当然就是安全保证了那这个矿产协议，美国的表达用语是这样美国政府支持乌克兰争取能建立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安全保障，就这样一句话。
也没有承诺啊。那要派军队来吗？也没有讲，都没有讲啊。那这个泽伦斯基，我坦白讲，不是泽伦斯基要不要到美国签的问题，而是他回去怎么交代啊？我无端的要把矿场给你，然后5-5分，那请问我得到什么？我得到什么？所以我坦白说啊，川普是有一个狠的招在后面，只是没有，你刚刚没有提到啦。狠的招就是你不来签，对不对？我去查你的账。他放过话了。对啊，因为他要做审计查账嘛，而且包括泽伦斯基在内，甚至于不排除逼你们乌克兰改选。那美国可能会支持那个以前的武装部队的前指挥官，现在在英国当大使，那个扎鲁兹尼啊。那俄罗斯那一边也一样，他拼命的打，意思就是跟泽连斯基传达一个讯息：你再不赶快签，你会失去更多领土。因为美国现在所有的军火都停止供应了，所以现在刚好是俄罗斯最好继续打的时机啊。这个时机是川普制造的，你看这个有多残忍，就是你还不上桌吗？你还不上桌，我军品不给，那俄罗斯就拼命打。那目前库尔斯克已经快被赶出去了，而且俄罗斯没有停哦，还要再往乌克兰打，越打越多，要去包围那个苏梅啊。所以泽伦斯基就在那边等着欧洲来救他，你知道吗？那欧洲呢就紧急调了35亿欧元给泽伦斯基，我认为这个钱就是要付薪水的，不然这个人干嘛？掉头村，不是就军饷啊什么的嘛，不然谁要打仗，对不对？薪水都付不出来了。对，可是问题是欧洲下一步是什么？欧洲英法马克龙吹牛啊，可是他后来跟英法说要派个联军到乌克兰，结果他说要派到基辅，不是前线是基辅啊。他说要协助基辅，还要守这个乌克兰的重要的基础设施，而且不会超过3万人。英法就这样讲，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局坦白讲，这个川普是够凶狠他逼你来签矿产，然后现在就跟你讲，你不签，你后面压力会越来越大。我听到了扬言就有3个，一个就是星链不给你用，星链不给他用，那乌克兰的无人机怎么操作？还有一些地方会断网那接下来就是审计调查，看有没有贪污。那第3，逼你改选，换另外一个人来谈，这个太可怕了。然后一方面不给你军品，让俄罗斯来打，等于是两个大国在那边施压，逼你要做个了断。然后这个时候瑞士就出面了，说我们愿意当公道主，欢迎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来瑞士谈判。现在整个局就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没有欧洲做很大的动作，这个乌克兰真的会撑不住了。因为这个压力太大了，而且步步都对泽伦斯基不利。那泽伦斯基也很怕，就是我如果都答应你，搞不好我回去我会出事啊，真的耶，对不对？搞不好有极右翼的那个法西斯民族主义者就不满啊，那会出什么事谁知道？所以这个局真的是太凶险了啦，所以就会僵在这里，就是这样啊。因为看起来现在泽伦斯基是没有选择，但是摸着石头过河，且战且走。没有办法这样。对他想这样，所以他谈话那个俄罗斯就打进来啊，然后又被各种的恐吓、各种条件。他虽然行前对媒体总不能讲大白话，我去投降，然后所以他就讲了这各种弹书，白宫立刻给他洗脸代表这场苑老师他要去谈，可没有这个空间可以再让他去慢慢的去调整内容了。这是一个超级大悲剧啊！我跟你讲啊，泽伦斯基得意了2年，倒霉了1年，现在要窝囊才刚开始啊。泽伦斯基讲的话非常对啊，他原来以为从美国跟欧洲那边得到钱是援助，搞了个半天都是贷款啊。现在的话呢，不单是美国跟他要这个矿产里面的经营啊，然后呢，现在欧洲也跟他要啊。那乌克兰要被瓜分了，他们怎么要得到呢？因为俄罗斯是直接要土地啊，你那个矿都在土地底下啊。我跟你讲啊，出现了几个问题，让我觉得非常不可理解。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因为它制度的关系，根本不值得信赖啊。要注意，非常这个其实是超级大悲剧，因为每一天有很多人死啊，
啊，就这个战事的话呢，越打越激烈。这俄国人的话是士气高昂啊，这个昂头阔步啊，就是往前迈进啊。然后拉夫罗夫讲啊，乌克兰一定要投降，这还得了啊？你现在28号就是明天要跑到美国去签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内容当中有几点呢，其实是极其看不起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原来大家记不记得是川普要5000亿啊？给了多少钱？他根本都乱讲啊！说他现在支持根本都乱讲啊！要5000亿，后来这个泽连斯基他不敢答应啊，他答应了回去了一定把他做掉啊，对不对？不敢答应了，结果形象讲起来，那美国现在讲什么？美国讲说好，我们话呢得到的话呢，到5000亿以下的话呢，我们100%拥有啊，那不跟5000亿差不多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泽连斯基说要到华府去对话，人家华府叫他来签字啊。他这边讲说，哇，还有协调空间，协调个什么？做梦吧你啊！你这个弱国，你哪有什么外交？你个战败国啊，对不对？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说他原来为什么要让渡乌克兰这么大的这种矿产，这么大的利益啊？所以最主要原因就是说，让美国在那边开矿，美国有开矿，所以俄国就不敢看到美国人在开矿，这是什么逻辑啊？对不对？然后那个俄国人马上讲说，这个都在我们已经占领的顿巴斯底下，我们合作一起开啊。那这个不是莫名其妙吗？那你现在的话呢？美国本身现在川普讲了，绝对没有，而且要保护你安全由欧洲来负责，我们只要钞票，那哪有这种事情呢？然后现在的话呢，他自己面对一个最大的压力，就是俄国那边的话，大家要看到啊，在利雅得的时候，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谈判的时候，那个卢比奥出世提升了，跟个小孩子一样，被那个拉夫罗夫长得像北极熊一样的人的话，训得很厉害啊。对不对？那罗比奥根本是都不知道川普的想法是什么。那拉夫罗夫的观念非常简单：第一个，普丁所有讲过条件都要答应；第二个，乌克兰一定要投降。那这个还得了？乌克兰投降以后，所以马克龙一看不得了啊，就是认为说是你这个川普对于这个马克龙，你那个马克龙说你这川普太弱了，对普丁示弱，结果会影响国际局势啊。那川普理都不理啊，两个人拍拍拉拉手什么的啊，这种情况的话已经说明了，就是说是什么叫做正义啊？对川普来讲，正义就是有权利的人，那个利是 power 啊，有权利人的利益就是正义。那现在乌克兰就面对这种局面，一点救药都没有。那这种事情，难道我们在这边讲了3年，你会觉得很意外吗？我一点都不意外。我觉得泽连斯基遇到这种事情也刚好。说句良心话，他后面逃的路，那大概跑到哪里去，大家都已经猜中了。爸爸妈妈都已经到以色列嘛，他大不了就跟着去以色列。不过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泽连斯基对于这个乌克兰，因为我每一次开车过来的时候，每一次到了那个信义路跟那个基隆路交汇的时候，还看到有那个乌克兰在挥舞那个旗。真的还有啊？对，有。哎呀，当然有了，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台湾是最挺乌克兰的。这个我们欧洲也有了。不是我们是说更多的是难民。不是，我们跟乌克兰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们还好，我们不借钱，我们直接花钱去买了将来就没有说是把我们的煤矿押给美国这种问题了。刚刚最新消息，双方那个外长要在土耳其见面。美国跟俄罗斯。又没有乌克兰，第二轮，永远没有乌克兰，所以明天228，川普把泽连斯基叫过来，签署这个条文，也是在马克宏去跟川普见完面之后，照样没有欧洲的份，就由俄罗斯跟美国自己决定了。这样子啊，这个刚才听2位这样说，我是感慨万千，我真的衷心的期待，我们是有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总统来保障台湾，我们真怕出现赖泽斯基会出现什么结果。你知道这种命运当改上了舞台的时候，很现实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刚才大家讲的，把乌克兰改成台湾啊，假如不信的话呢？各位只要看那个现实，你不要看欧洲还在那边唱秋，假的。你看联合国的表决，在大会表决的时候，那么这个呢，法国的修正案是通过的，那中国跟美国是弃权的。OK， 这个案子慢慢到了安理会，安理会可不一样了，英国、法国是可以否决的没有。可是到了安理会表决的时候是什么？是英国、法国。本来你的案子已经在大会过了，你在这里你应该可以过，因为大会过与不过无所谓，大家交代了。可是这个一否决下去，大家是要翻脸的。所以到了安理会表决的时候，英国、法国是弃权，没有连否决都不敢。对，
这弃权呢？对啊，对啊。以前我们常常笑中华民国要有这钱，面对这个外蒙古入来不敢用。现在我告诉你，连英国、法国，这5常的2国呢，面对中、俄、美的时候，怎么样子？平亚帮的自己挡自己的脸。你告诉我，什么叫道义？台湾还在那吹牛，吹什么鬼东西？大家必须要面对，因为乌克兰的情势我们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对，这一份协议是在哪里？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这个呢，这个万兹啊拿着是要他签字的。对，他讲对。那他跑照跟他背了呀，那个弟弟讲啊，不要走，过来签，你会得走吗？告诉你，你还是要过来签。各位，我就看到这一幕啊，我就想起袁世凯的21条啊，日本人逼着签，逼着你签，那21条一签，就是把中国送给日本了。雅尔达会议蒋介石也是吞下去啊。不是讲到雅尔达，我再跟你讲什么叫国际的污点。雅尔达会议，中国是战胜国，全世界只有出现战胜国的主权可以被瓜分的。中国是战胜国啊，但是外蒙古很抱歉啊，刮出去。然后呢，旅顺港永远租借，大连港他经营，然后南满铁路、中东铁路，俄罗斯经营，这是苏联经营。这个时候呢，他常讲，他说：“那我怎么去跟委员长讲？就是那个斯大林呢？那么最后呢，罗斯福说，我去讲。”战胜国的主权公然可以被瓜分，全世界唯一的一次吧？唯一的一次。又能怎么样？因为你是接受人家的援助，打了这一场惨胜的战争嘛。这一种无情的事实摆在这里，整个的台湾还在搞什么罢免？罢个什么东西啊？不要再鬼扯了。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绝对不是假的。我希望是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而不是看到的是赖泽斯基。会不会到今天为止，民进党的媒体、民进党的讲台、民进党的政坛，谁敢讨论乌克兰的战局？谁敢站出来告诉我们，哎呀，面对乌克兰我们该怎么办？面对乌克兰我们得到了什么教训？面对乌克兰我们应该如何？请告诉我，站出来吧！这才是关系到台湾生存命脉的东西，否则就如2位刚才所评论的，不只是2位，全世界这样评论的，目睭金金人上中，我就是凌辱你，我就是要侵占你，我就是要霸占你，我就要抢金，不然你是要怎样？就是如此。希望执政的人不要躲，不要去玩那些有的没有的啦，赶快站出来，告诉我们如何避免台湾走向乌克兰的命运，不要再吹什么民主价值，什么有的没有的，听了搞得有没有头啊？乌克兰处境很惨呐、那当中在俄乌战争期间也提供很多美国要求的各种协助，还有武器的，当然是欧洲。但是这一次欧洲也表示我想插手，其中以马克宏为首啊，他去拜会了川普。但是呢，从几个很小动作都可以看得出来所受到待遇如何。光是坐的位置，在这个小咖咖边哦，川普中间旁边是 Vance 副总统，把他挤到角落去，他已经尽量表现肢体上的自然，但很难。那从进门、出门，通通都只有礼仪关，也没有过去在西厢房要总统正式去接待他，欢迎其他元首的这个对待也没有，就随便一个这个礼宾就把来啊走啊，就把他送出去了。所以陆媒的这个形容词很生动，当法兰西雄鸡撞上了董王的枪口。所以呢，川普用羞辱的连击向世界宣告，美国优先才是铁律。法国《费加罗报》的评论是说，川普用最优雅的方式完成了最粗暴的宣言，就是你轮不到你们来插手我美国想要决定的事情。而马克宏涨红的脸嘛，在很多媒体上看到画面，照片上脸很红。法国学者形容马克宏的红脸是欧洲战略脆弱的胭脂。过去看到武曲奇，稍微比他好啦，坐小椅子面对川普。
还有签署协议的时候坐边边拉个小椅子，反正大小有别。还有时任英国首相 Johnson 见马克宏的时候翘翘脚哈，然后普京见马克宏的时候，桌子这么远，大家看到了，厉害了，这个是历史的一刻。梅克尔、普京还有这个奥朗德法国总统当时的3个人三方会这才是正常的模式。所以从这些座位跟位置已经清清楚楚的定位了川普要给欧洲的讯息，就是我才是老大。所以他公开在受访讲得更难听了，欧盟成立只是为了击垮美国。在各方面占美国便宜，不接受我们的汽车，不要我们农产品。欧盟成立的原因就是为了搞垮美国，所以4月开始25%的对等关税马上开始，就在马克宏前脚刚走，对于欧洲宣战啦。殖利率一听到，马上应声下跌，22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跌到1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威胁25%的关税。欧盟表示坚决立即反对不合理的壁垒，然后呢，也没有要让马克宏好看一点啊。川普另外在墨加的部分，前2天前我们在讲说，川普宣布确定了3月份就要开始把延后的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税直接要生效。就我们来宾还讲说先看看再说了，他会改来改去不一定。果然。他昨天又改了说法说，延到4月2号生效，3月不生效。所以呢，川普在对美加的加拿大跟墨西哥的部分呢，尤其是吉邦这个企业家研究机关都在说，接下来这个汽车美加墨的供应链依存这么高，车价将会非常的惊人。好，连接更高的当然是马斯克跟川普喽。这2个人首次开的这个跟所有内阁开的内阁会议，马斯克也参加了，目标很明确。今年要削减1兆美元，台币32兆元的联邦预算，那非常的惊人，对于政府公共服务带来重大的影响，砍得合不合理？现在已经很多跳脚的各种状况发生了。而川普呢，对于内部的说明就是说，如果你们有谁不爽马斯克，就叫那个官员滚出去，反正就是全力的挺这个执行他政策的马斯克啊。那马斯克则说，现在这种删减刚好而已，把人裁了也刚好而已，因为目标要找出哪些人才是真实存在，因为很多人是幽灵挂个员工没在工作白领钱他要把这些人通通赶出去。他自己所领导的这个效率部虽然是一个部外组织，不是真正编制内的，也爆出集体请辞那大概有1/3、2/3的人说要辞职了，马斯克直接呛。管你们的呢？你们不是辞职，你们是被开除。就算你们不辞职，现在也会被解雇。华邮的独家报道说，380亿的政府金援撑起了马斯克的事业王国，他赚翻了。尤其是当川普当选之后，水涨船高。而过去纳税人税金建立的基础，就是至少1.2兆台币的联邦补助、贷款、抵税跟合约，而现在更是最大的获利者。亮哥。这个美国本来就不可能让他上谈判桌啦，因为欧洲只要上谈判桌就不会有结果，谈不成就不会有结果嘛。那川普就是笃定了嘛，就是不然你能怎样？我军品不给，钱也不给，不然都你出嘛。他还直接讲他说他这个公开在他的那个 True Social 里面公开讲说我们跟俄罗斯距离一个海洋你们是直接接着隔壁你们的利益是更大怎么是我在出钱，我在出军品，不然你们自己去出你们继续打吧，我要走了，我要退出所以总的讲，他就是要退出了。那退出，你欧洲要打，我不玩了，好不好？你自己玩。所以我认为他不会理会欧洲了。而且你去看马克宏，事实上他到白宫就没有人去接见对，就一个小职员请他就上楼，然后2个人，马克宏还打断川普讲话，说我们欧洲总共出了60%然后川普就做了这个手势什么意思根本就是他根本不相信随便你讲了，随便你讲的意思才怪，就各说各话，反正他手就这样所以是几乎就是不欢而散然后接下来他在途中就丢了一个话，他说欧洲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那我们美军基地全撤算了。美国在欧洲总共有65000的美军，德国有36000，你德国自己看着办。
所以你看最大的恐吓那个 Miles 现在不敢讲话了，因为 Miles 第一天当选还很嚣张说我们欧洲人自己来捍卫自由民主，然后我们要寻求从美国得到独立自主。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我要去寻求英国、法国的核子共享。你现在的核子保护伞就美国提供的对，你这个不是跟美国对着干吗？你看他最近都不讲话了那马克龙到白宫回去之后，我看他会怎样？我跟你讲，大概也很难。那本来是马克龙之后还有英国首相要再去，看起来也不用去了啦。我看英国首相会去吗？我都要打问号。他们好像明天就要去了。他本来是排第2个要去嘛，你就知道他态度非常硬他不止威胁要撤走欧洲的美军基地，还威胁我直接科欧盟25%的关税。所以现在几乎就对着干这个当然让我联想到赖清德还在拥抱民主阵营结果美国跟欧洲吵成这样我跟你讲，我认为川普就是一定要退出乌克兰这场战争然后得到他要的补偿，然后得到他跟俄罗斯交往的空间，然后要这个协议来促成国际油价的下跌，这个就是他的目的嘛。他3个目的都要得到了，不要再卷进去了，然后跟俄罗斯可以有交往的空间。第3，国际油价下跌，那管你欧洲人怎么想？美国跟欧洲也冲突过又不是只有这一件。伊拉克战争不也冲突过？退出伊朗核协议也冲突欧洲人后来怎样？鼻子摸了就照办，还是跟进美国？过去历史就是这样现在只是说川普的超级大白话，比我们还要白话的白话，欧洲这些领袖真的有点承受不起袁老师。川普什么超级大白话，根本就是个大流氓哪有什么大白话嘛？哪里有这样子搞外交的嘛？对了，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嘛！哇，粗暴，非常非常可恶，你知道吗？怎么可以这样子搞？所以讲到欧洲讲的一文不值，把欧盟讲成什么东西？他们讲了10几年，我有2个欧洲的同事他们自己很难过。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学费免费，吃饭免费，福利免费，生孩子每个月领钱什么的，哎呀，大方的不得了。现在搞了半天了，我自己一个比利时同事，他自己跟我讲说，我们欧洲只照顾社会福利的，国防是0根本就没有特别注意国防，这长期还出现这种结果，他们也觉得很无奈。马克龙想要借这个机会到了华府去的话，他要跟川普讲什么事情，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川普这么无理他要告诉他讲说，你对俄罗斯不能软弱。那马克龙现在根本就不了解川普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你知道吗？你心急吃不了烫豆腐拿那个川普现在把这个烫的要死的豆腐含在嘴巴，吞下去也不是，吐出来也不是，但是他想到说，只要让普丁高兴，那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话呢，就是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的空间。那普丁现在一听机会来了，加码又加码。那川普本身来讲，他自己对国际常识都没有。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川普讲了非常多的假话，里面讲说，哎呦，那个 G7 要变成 G8， 要把俄罗斯拉回来。那 G8 里面不就是欧洲盟邦吗？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会答应呢？这基本上一点逻辑都没有。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马克龙真的是讲良心话，要不然你就学马凯硕讲的，你们欧洲本身就跟中国好。大家就2个这个罗曼史一起发展，美俄之间，然后欧中之间，否则的话，你自己要做好捍卫情况，你欧洲拿什么捍卫欧洲的话呢，基本上首先坦白讲，就是英国跟法国的核威慑的力量小得不得了。那怎么能够跟那个美国比呢？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他们自己又不团结，没错，连欧洲内部团结都有问题。什么不团结？任何国家加到欧盟，我记得我非常清楚，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加到欧盟的时候，那个穷的要死的国家，现在突然不得了，开口闭口，现在匈牙利讲说我们有否决权你想加入，我们要否决你谁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第3点的话呢，这个欧洲本身来讲，目前在讨论都拿不出去的办法，这川普基本上把你看扁了嘛。这讲起来的话呢，你们好好努力一下千万不能够让我们原来留欧的人面对这么难过的事情，你知道吗？这难过，那么就跑到一个很落后就算了啦。那你跟软弱的不得了的弄成这种局面，对不对？而且我必须要强调，在我去欧洲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欧洲，大家都羡慕我的不得了觉得美国没水准，欧洲很有水准，有水准有到现在，连个自主的能力都没有。
真的，川普讲话很有意思，他还讲说，我本来想要4月1号实行，但是因为4月1号是愚人节，我这个人还是有点迷信，所以我干脆还是4月2号，反正对欧盟25%开趴，这把你就打趴了。委员，这样子啊，这个一个留欧的，一个留美的，一个没留的啊，这个我们土鸡在这儿，对，我也是。那所以我们简单的一个看法，我们碰到的是一个真小人。过去美国太多的伪君子的总统，他在跟你表明，举个例子，为什么欧盟一成立就有南联盟战争？大家都说这是要肢解欧洲的全部，同时就要把欧元拉下来的一个做法。大家哎呀，阴谋论太多了。现在呢，这个欧洲啊，川普就很简单，我为什么在全欧洲到处去煽动极右翼的运动？他们有没有当上总统？他们有没有当上总理？美国不在意啊，在意的是当全欧洲都起起来这个右翼运动的时候，就是瓦解欧盟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啊，不是吗？那现在呢？你刚才讲的他的3大目标，你少加了一个，是瓦解欧盟。你不觉得所有的做法是往这边来的吗？而且欧盟被瓦解的那个基础还蛮雄厚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摆明的这个事情，除了这样子，已经没有路可以走。首先，我们再想想，假如今天不是川普上台，是拜登或者哈里斯继续连任下去，这一场俄乌战争会有怎么收？会有什么后果？继续吗？不，会有什么后果？你很难想象啊，那个后果下去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世界的经济会变成什么样子？整个的地缘冲突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想想，所以今天我们讨厌的川普是一回事，看不惯川普是一回事，但是就终止这一个战争讲起来是正确的，只是他终止的方法很拍摄啊，那就丑陋的啦。为什么他可以丑陋？因为我后面我有 power 嘛，我就吃定你们不敢嘛，我就吃定你们不行嘛。我假如今天的欧洲，假如是中国，你看他会不会丑陋？吓得要死。我跟你讲，不，那就不会丑陋，不会丑陋嘛。假如今天俄乌战争的对手不是俄罗斯，是欧盟的一些国家，他需要那么丑陋吗？他也不需要，问题是可以解决嘛。所以从这里就是很无情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管关税也好。美国从来不会去讨论为什么美国车卖不出去。所有开过美国车的，我很喜欢玩车，我可以告诉大家，本人买的美国车叫做痛苦万分了好几次。哦，你买了哪一台？买回来的第一天，那个灯就不亮了啊，新车哦，不，所以呢，艾尔科卡讲一句很有名的话嘛。他当时去整顿美国车，美国的道奇的时候，那个克莱斯的时候，他讲过什么？说所有开车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车子的小毛病，比如说引擎坏了啊，这个我认为要大修，就是那些小毛病不能啊。美国车最大的特点叫什么？所有你想不到的小毛病啊，绝对比你碰到的还多。特斯拉现在主流啊，不，另外一个系统的发展嘛，所以。日本车为什么会起来？韩国车为什么会起来？甚至今天的中国车为什么？欧洲车跟美国车卖到欧洲没有人开嘛，除了少数几种车以外，没有人要嘛。可是欧洲车就横行了美国嘛。美国车为什么到日本卖不了？对，卖不了就卖不了啊。最后只好怎么样子？日本车进了欧洲，他要讨论的是他自己的品质嘛，他要讨论的是他自己的玩意儿，你们当时造车是想给美国人玩，你不是给全世界玩吗？其他人造车是要卖给美国，卖给全世界嘛。所以美国这种自我老大的思维，他今天以为汽车他碰到了麻烦，假若这样的思维，他会慢慢的把他自己累积的那一种成本呢，慢慢的给搞光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他不管处理哪一件事情，尤其他真的是生意人的性格，在处理国际政治，凭着美国的强大的力量。首先，你看俄乌战怎么停损呢？我要跟你算账。这好像很少这样子的。那算账以后呢，我要算我的利润扯平，最后我还要算我未来的利润。请各位不要忘记哦，矿产
要拿到的利润是什么？是明天是永久的利润哦。是，也就是说，你如果他跟他签了这个之后啊，你是签了上百年，而且永永远远，除非你的矿产是被挖光哦，或者你永远变成了人家的殖民地哦。还没有挖出来的都算啊，通通是他的，因为全世界我还没看过有一个这样的合约是用矿产把你锁定，而且吃定你永远哦。地产商的规划，这不地产商长还一次买远的投断资了，他这不是一次买断了，这是永远。这是永远的。太惨，太惨。挖完以后就是垃圾场，对吧？所以你可以看看哦，这样子能怎么办？欧洲就是我刚才举那一个安理会的投票跟大会的投票，你看得出来吗？对，不敢讲话，不敢讲话嘛。你有火节权，你不敢用嘛。当面对这是不敢用的时候，你还能怎么办呢？就等着人家宰你吧。是美国现在川普政府认为，如果我们商品美国竞争卖不好，都是其他人的错，因为关税太低了，别人要占我便宜，所以它全面包括科技产品。都以大关税来解决美国产品卖不过竞争的问题。钢铝晶片之后，在川普的各种政策里头，直接对中国大陆的进口商品加征10%。比起美加还有比起加拿大、墨西哥、欧洲好像好一点。下个月开始还要进口钢铝哦，全面加征25%，这个就一样25%了哦，还要对进口晶片加税。再加一个新的关税项目，就是太阳能、风电、车用电池，因为这个是主要大陆的很强项的电池，都会用得到的铜，全部都要禁止。美国媒体还写说，川普正在积极的透过接触日本和荷兰两地的官员，试图让 ASML 跟东京的威力科两家公司半导体都在中国大陆卖它半导体设备维运都有所限制，就连帮它维修都不行嘛所以中国大陆怎么反制？说也不是为了反制美国而已啦供应链针对25种稀有的金属产品技术实施出口管制，上游的金属材料业者联有金属有感涨价趋势已经陆续的出现，因为它的强项就在于这些稀有物资源跟原物料的部分，那么控在手里，当然大家都在涨价，日韩首当其冲，美国也跑不掉。美国国家的财政部长警告美国不应该帮中国过剩的产能倾销啦，就是你在通缩，我们要帮你解决，不要出口到我们这里来。好，川普晶片的关税会不会害惨美国人？西恩预言，惨的不会是对方被晶片或是被控管关税的对方，而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使用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它直指大多数都来自于台湾晶片。如果川普对这个加征25%的关税，会不会提高美国人购买很多商品的价格？那必然是如此，限制取得都算是其中的项目。中国冲击是什么呢？各种的成熟晶片，过去也许不是那么先进制程的，已经慢慢起飞之外，连成熟制程都越来越厉害的时候，这个根据报道，让美欧日感到的迫切是，整个产能大幅的这个产能过剩很难想象快速成长的大陆的水平，让全球的制造商都感到很大的压力。美国这位日经亚洲的报道，美国的碳化系衬底制造商表示这个 Wolfspeed 所卖的主流6英寸的这个晶片还是一片$1500但中国供应商现在已经可以有$500甚至更低的价格，这个怎么竞争所以 DeepSeek 各种的讨论议题里头，对于辉达来讲，曾经让它一夕之间闪崩19亿的资产，股票下跌嘛。但辉达公布了最新的财报数字是，整个收益成长78%，被说是非常亮丽的。但是他也特别对于 DeepSeek 的模型他是加以正面的看待的。他说，因为这个系统反而让我们有更多的被需求，而且世界级的成就，每个开发者都在用，他非常明智、很聪明在运用 DeepSeek。接下来的确各种的做法非常灵活，包括在非高峰时段说要有75折啦让大家更便宜的使用。当然还有更新的模组要推出。路透社报道加快推出 R2 的模型，比原定5月更早。甚至大陆的 AI 一体系统在供应链上面有20家以上的晶片厂商要联盟，跟这个国产大联盟叫做统一运算架构，生产链直接都走自己的路之后，厉害了 DeepSeek 就是接下来整个非常 AI 系统的主导市场的关键。另外，人形机器人当然是官兵家必争之地，美中要来竞争。最新语数科技所公布你要想想看它进步有多快，1年前跟1年后，机器人光是这个动作跟样态的差异，从现场就可以看得出来。
看看左边这个是1年前，他走路还是这样，有点坑坑巴巴，动的有点不自然。再看看，踢他的动作是这样，他好酷。右边你看看，1年后已经进步成这样了。那甚至看他打功夫这个流畅的程度，连去碰到他的反射动作已经不是无下阿蒙，所以这个进步之快让全球都瞠目结舌。接下来机器人在全中国打工啊，这个跳舞的这个机器人啊可以去演出，那甚至各种的上海的企业推仿真框架开源数据，这是一个新的大世代的潮流。亮哥，中国大陆最近真的利多的消息不断啊。像港股今年到上个礼拜已经涨了31%，涨1万多。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有3大科技创新陆续出现啊，第一个就是 DeepSeek 啊，那梁文峰只有40岁啊，那他当然就开始很多行业应用场景都陆续都跟他接嘛，那这个当然会增加生产力啦，因为美国做过一个报告。人工智能外溢到整个经济体，大概可以增加10到15%的生产力，各个行业不一样啊。那新药研发是最高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语数科技哦，就是这个王星星啊，他只有35岁，真的非常年轻。那他现在全球市占率4角的机器人，他已经占了60%。那现在他往人形机器人还在往前走啊。那第3个就是那个杨宇嘛，就那个饺子导演那个哪吒2，累计到今天是138亿人民币，真的，对，早就破120，那已经到排世界第8。那因为它上面那个是141嘛，还有一个146，我认为都会超过，它最终可能会落在第6或第5啦。所以那这3个事实上代表的是3种产业，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机器人，就工业4.0，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动漫。那动漫你再加上去年的黑悟空，那个是线上游戏，你要整个一起看哦。所以，那另外一个大利多当然是，我觉得习近平也看到这一股潮流，都是民营企业，而且非常巧就是杭州啊，所以他也高度重视了，所以就请了民营企业，不是开了一个座谈，那个使得。比如说今天股票，中国股票还涨，对啊，对，就是它不断的，而且它是各部会利多一直出来，我认为会一直烧到2会，甚至烧到3、4月都有可能啊。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觉得他会觉得他的底气正在逐渐的更足了，所以我认为他不会轻易对美国做让步，妥协。而且我们讲白了啦。美国的股市也涨多了，尤其是7姐妹啊。那欧洲因为去年严重被低估嘛，资金跑到美国去。那今年可能美国有一些资金就要外流了，校正回归了。对，可能就会，比如说回欧洲啦，回中国啦，那部分会到日本啊。所以我认为今年对中国相对是比较有利的一年。所以我认为，如果美国要跟他硬碰硬打贸易战，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让啊，不会让。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科技的进步真的会是一瞬间吗？光是看这个机器人1年前、1年后那个流畅的程度，进步真的是太快了。袁老师。这个语数科技的机器人啊，这个我老早就开始注意了。我甚至于说是原来波士顿动力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注意了。因为那时候大家，因为我有个同事，他是做这种自我意识研究，里面需要用到机器人嘛。那时候他一直在跟我讲，说是波士顿的动力啊是很有名的。我们是看他这个介绍的影片。就万都没有想到，语数机器人那个时候发布了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4个月前的时候发布一个机械狗的时候，哇，那个机械狗里面配合那个热门音乐，那个狗转的比音乐还快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厉害？后来搞了个半天了，小鬼头才35岁，王星星啊，人家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去美国读书啊？英文不好啊，那个这个其实讲穿了哈。那另外这个 DeepSeek 的话，我也注意蛮久的。这个 DeepSeek 本身来讲，它原来最早先的时候那个换方量化的时候，他们其实做的是用这种程式交易的，他们用这个 AI 了，
然后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股票市场做的情况下 ，AI 所做的判断的话呢，导致 A 股下滑的很厉害。那个时候的话呢，他们就是被停止不准他们在做这种程式交易的时候，就2023年才成立一个公司叫 DeepSeek， 现在才2025的2月啊，哇不得了！一试了，我最早先从它那个 V2.5 开始就已经注意到了，因为它价钱便宜。到 V3 出来的时候，那 CNBC 的 news 整个报道当中的话了，我觉得这里面出现的事情跟我们这几个新闻讲起来的话呢，因为美国永远是2招，老狗玩不出新把戏，永远是增加关税，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不准出口制裁啊什么的。增加关税，其实所有的增加关税，你只要产品好的话呢，是增加到自己老百姓。你又想打消通货膨胀，然后又要增加关税所出现的结果，而且增加关税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家会反制裁嘛，对不对？这个情况对欧洲、对中国这个情况都一样。那你这个本身来讲话呢，你这个不准你的芯片出口的话，我自己很怀疑还能撑多久？我曾经碰到一个真的非常专业，他在英特尔里面，在上海的英特尔当过总经理的人，他跟我讲说，原来的话呢，就是原来估计是5年，后来变成3年，现在变成2年。现在的话呢，前一阵子的话呢 ，X 边讲说它变成2-3个月了。那你可以知道，大陆有3项好处。第一个，它价格很便宜，我随便估计，语速的机器人比波士顿动力机器人的话便宜至少20倍。便宜多少？便宜20倍，20倍，哇，20倍，真的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它的技术的进步的话，技术是伯仲之间，没有办法说很差。但是他们就过一次比赛的话，波士顿动力不如语速的机器人好。另外的话呢，请大家注意，这个 DeepSeek 的梁文峰讲说，中国一定要走上创新的道路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快速的进步也会在美中对抗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对中国大陆继续寄出的包括了铜晶片的限制，有办法影响吗？委员，我想美国呢现在还是想尽办法，想压制中国大陆想封锁中国大陆，想掐制中国大陆。但我在这里可以预言，可以预测了，那就是压不住挡不了，就必须面对中国大陆崛起，不论在国力的崛起，在科技业的崛起，都必须去面对了。那不要再利用话语权的优势来带动。举个例子，动不动就产能过剩，已经从这个拜登时代讲到现在了。那产能过剩，所以造成我的危机。那为什么不发现自己的产能不足，造成了你的危机呢？是吧？所以在美国等等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中国的问题，可以发现。最近中国对于贸易战采取的处理方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嘛，我不理你就是了嘛，我按照我的步骤，按照我的脚步，按照我的方法不用再走，